Okay, do you want to attempt to do CPR? They're both dead. It's too late. 几声枪响打破了宁静的小镇，夫妻二人倒在屋内，臂弯里还躺着正在嚎哭的7个月大的婴儿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惨剧？竟然还牵扯到了美国 CIA 的特工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在美国田纳西有一个叫做山城的小地方，人口只有2000多人，治安一直都很好。可就在2013年1月31日，警方突然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。报案的人是小城的快递员，他今天在送快递时，路过好朋友比利·佩恩的家，隐约听见从屋内传来了婴儿的哭叫声。他看见比利的车在门口停着，比利应该在家，那婴儿为何哭得如此惨烈呢？他大叫屋内的好友名字，但迟迟没有人出来。于是他走进窗前，往屋内一看，吓坏了。男主人面朝下趴在客厅的地上，头就像摔碎的西瓜一样。快递员赶紧报了警。警方赶到后，发现客厅内的男子正是这家的男主人，36岁的比利·佩恩。他头部中弹，在旁边的卧室还躺着他的妻子，24岁的比利·简·海沃斯。他身中3弹，手里还紧紧地护着仅有7个月大的婴儿，孩子已经哭得没了力气。警方随后发现后院的推拉门被打开，显然凶手应该是从后门进入的。但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警察也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因为整个小镇治安一向很好，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案件还在70年之前。小城警局本身就小，警员也都没有过任何办案经验。于是在把小宝宝送往医院进行检查以后，局长下令暂时封存现场，请求田纳西州警局的支援。田纳西警局接到求助后，立马赶到了现场，可在现场排查了一圈，没有提取到任何有用的物证，没有可疑的脚印，门上也没有指纹，没有留下毛发，也没有找到弹壳和 DNA， 现场十分的干净。屋内发生的一切都显示出凶手就是为了取他们的命而来，对谋财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田纳西州的警员随后做出判断，现场看起来非常专业，像是职业杀手所为。那么这对小夫妻究竟得罪了什么人，这么容不下他们？但凶手也还尚存一丝人性，没有对他们7个月大的婴儿下手。这对小夫妻为人热情，平时又乐于助人，不像是有仇人的样子。并且小镇不大，很多人都是在这儿住了一辈子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。当地的警员也想不通凶手究竟是谁。但很快有一户人家引起了小镇警员的注意。2005年，一个叫做马文·波特的男人带着他的妻子芭芭拉·波特和女儿珍妮尔·波特搬到了山城小镇。马文是一名海军退役军人，参加过越战，退役后身体很不好，常年靠着吸氧生活。他的妻子芭芭拉是一名文员，他的孩子珍妮尔患有先天性的糖尿病，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，对珍妮尔的管教也十分严厉，以至于珍妮尔快30岁的年纪还没有过工作经验，不会开车，没有社交，没有朋友，每天都宅在家里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宅女。21世纪初期，刚刚有了脸书，每天宅在家中的珍妮尔成为了脸书的第一批用户。而原本在山城小镇过着宁静日子的一家人，却没想到女儿被卷入了一场网络暴力中。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了宁静，陷入了痛苦的泥沼中。因为珍妮尔患有先天性的糖尿病，除了宅在家里，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药房。每次珍妮尔自己去买药，去的次数多了，便与药房的柜员特雷西熟悉了。他们互相加了脸书，特雷西也成为了珍妮尔在山城小镇的第一个朋友。只要一有空，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，他们就会一起出去玩。2009年的一天，特雷西约珍妮尔出去玩，还叫上了自己的哥哥比利·佩恩。对，这个比利就是前面提到头部中弹的男子。此时比利还是单身，这次出去玩之后珍妮尔又扩大了交际圈，认识了好友的哥哥，之后经常跟着比利出门徒步和攀岩。而比利比珍妮尔大7岁，是个社交达人。渐渐的，珍妮尔就喜欢上了这个比利。可是在比利的眼中，珍妮尔只是众多朋友中的一个，而在珍妮尔眼中，比利就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他对比利迷恋到难以自拔的程度。可就在几个月之后，比利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就移情别恋了，和珍妮尔提出了分手。而比利为了不让珍妮尔难过，
他认为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迅速进入另一段恋情。于是他把自己的表哥科德介绍给了前女友。科德正好与珍妮尔的父母还是好朋友，这两个人呢同样都喜欢宅在家里，喜欢玩电脑，两个人呢也有共同语言，还挺谈得来。此时的珍妮尔果然如比利想的那样，迅速摆脱了失恋的痛苦，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。珍妮尔与科德相恋了，但碍于珍妮尔父母的过度保护，一开始二人都是秘密交往的。科德因为与珍妮尔父母也是朋友，会经常到他家中做客，也会趁着给父母修电脑的机会与珍妮尔约会。父母也察觉到他们有点过于亲近了，事情到这儿，曾经的恋人分手后又找到了真爱，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了。但不久后，珍妮尔的生活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此时珍妮尔的妈妈收到了一封神秘邮件，邮件中说他叫克里斯，是珍妮尔以前的同学，现在就任于 CIA。 他与珍妮尔是好朋友，最重要的，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珍妮尔。珍妮尔母亲觉得十分奇怪，克里斯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说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女儿呢？正当珍妮尔沉浸在与科德的甜蜜爱情中时，她的痛苦也随之而来了。一天，当珍妮尔打开电脑的脸书时，发现了很多人的匿名留言，都是一些对珍妮尔的谩骂和人身攻击，并且这些留言中大多数都是复制粘贴式的狂轰滥炸。一时间，珍妮尔脑袋嗡嗡响。她从小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，哪遇到过这种事情啊？她又没什么朋友，只能跟父母和男友诉苦。他们四个人左思右想，觉得对珍妮尔能做出这种事的，肯定是她的前男友比利的现任女友了。于是珍妮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在脸书上对比利的女朋友发起了强有力的回击。比利的女友也立马在脸书上怼了回去。就这样，一场网暴引起的战火很快就从网络蔓延到了现实里。不久之后，珍妮尔家的房子被扔进了几块鹅卵石，石头上写着比利的名字。珍妮尔父母一看，这是比利女友回击的最好证据了，立马去警局报了案，扬言要把在网络上谩骂女儿的人绳之以法。就在此时，曾经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珍妮尔那个 CIA 克里斯又来邮件了。他告诉珍妮尔的母亲说自己认识比利和他的女友。他在邮件中说，这两个人本质上都很邪恶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害珍妮尔，让她从世界上消失。珍妮尔的母亲看到邮件的内容就感觉震惊不已，赶紧把邮件的内容告诉了丈夫、女儿的男朋友科德。三人一合计，认定比利和女友都不是好人，继续放任他们就真的可能威胁到珍妮尔的生命了。之后他们暗暗定下了一个拯救珍妮尔的计划，于是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一家三口也只有7个月大的婴儿幸免于难。那么这个克里斯是谁？这一家人为什么对他这么信任？他又是什么来历呢？警察很快就抓捕了珍妮尔父母以及她的男友，可在问话时，男友科德与珍妮尔父亲都问了警察一句话：CIA 的人来了没有？ Is the CIA here? CIA? 珍妮尔的父亲是从特种部队出来的，参加过越战，据他自己说，还参加过很多保密行动。难道他真的跟 CIA 有什么关系吗？但是这个事儿也没法证实。接下来发现的线索让警方都大吃一惊，警员们决定对珍妮尔家进行搜查。在仔细检查了珍妮尔家的电脑后，探员们搜到了他的母亲和自称是 CIA 成员克里斯的大批往来邮件，他们还用妈妈与儿子称呼彼此。探员们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叫克里斯的人一直在劝珍妮尔的父母以及科德除掉比利一家，并且案发前，他还在给珍妮尔母亲的邮件中说道，让枪法准的珍妮尔爸爸先进去开枪，然后让男朋友再进去清理现场，一定要用毛巾包上鞋子再进屋，戴手套开门，最后走的时候要确定捡起了所有弹壳才能离开。其实科德自己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 CIA 的人，他只知道女朋友珍妮尔一家人是在一个叫克里斯的 CIA 特工的秘密保护之下的。这个人一直在跟这家人单线联系，交换信息。难道这起案件是退役老兵在执行 CIA 的任务吗？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，大概就是在半年多之前，克里斯在邮件中说过，这个小城里头有个国际走私的团伙，老大就是比利两口子。CIA 发现有一个海外买家跟他们下了一个订单，要一个漂亮的女孩，然后
比利两口子就盯上了珍妮尔。然而，警方在仔细研究了克里斯的邮件之后，探员们得出了一个不敢想象的事实：这个神秘的克里斯其实就是珍妮尔本人。克里斯给珍妮尔的母亲发出的邮件的 IP 地址显示 ，CIA 克里斯用的就是珍妮尔本人那台电脑。专家对比了克里斯和珍妮尔的电子邮件行文后发现，写作方式和风格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珍妮尔常犯的一个罕见的拼写错误，克里斯的邮件上也有出现。难道当初的网暴都是珍妮尔自导自演的？案件到此，接下来的调查就变得很顺利了。真相也逐渐被披露出来。过去这些年里，珍妮尔一直在家冒充名为克里斯的 CIA 特工，处心积虑地伪装成另一个人，成功地骗了母亲，并最终让父亲和男友相信他的生命正遭受着比利小两口的威胁。在珍妮尔的鼓动下，2012年的1月31日，珍妮尔的父母来到比利和女友家，将小两口残忍地杀害。比利甚至还被珍妮尔的母亲补刀，而男友科德丝毫没有顾及表弟比利的性命，与女友站到了一边。2015年，珍妮尔及其父母以谋杀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，男友科德以最先认罪换取了25年的有期徒刑。在审判结束之后，女儿珍妮尔和母亲都提出了上诉。女儿上诉的理由是：我自己就是个精神病，我也患有妄想症和焦虑症、狂躁症和偏执狂，我应该去看病，而不是坐牢。母亲呢，在庭审上也真实地体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上诉的时候，她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被女儿假扮的 CIA 特工蒙蔽了。6个月后，他们两个人的上诉被前后脚地驳回了，维持原判。受害人父母在得知判决结果后相拥而泣。珍妮尔·波特是一个零社会生活的封闭者，在他的成长中，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社交媒体上，在那里，他可以伪造个人资料，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但是，一旦他开始结交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朋友，他的生活就会发生了奇怪的转变。比利是他的第一任男友，到后来，比利移情别恋，在珍妮尔眼中，比利的女友就是他的敌人。珍妮尔在自己的脸书上留下粗鲁的评论，然后说是比利女友留下来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嫉妒。然而，真正惹怒珍妮尔的是，在他与比利女友的脸书上发生争执时，比利取关了自己，这让珍妮尔觉得受到了背叛。于是，他说了一个又一个谎言，而他伪装的 CIA 成员也是他高中暗恋的对象，他渴望自己是受保护的那一个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